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不粘锅，但不粘锅是只能中小火烹饪的，所以如果喜欢大火爆炒，就还是需要一个铁锅。这个铁锅我用了大半年，每次视频出镜都会有人问，这是铁锅吗？怎么这么不粘啊？它确实是个很不粘的铁锅，但其实几乎所有铁锅都能不粘，只是需要一些方法和技巧。今天正好朋友让我帮他的新锅开锅，那就从新锅开锅开始说起吧。新铁锅拿到手，要先用洗洁精清洗干净，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工业残留。然后就是开锅了，我之前那个锅是按照他们家提供的开锅教程来的，开完效果很好，所以还是继续用这个方法给大家演示一下。先大火热锅，锅热了后加多一点的植物油，把整个锅内都涂抹一遍。这里建议大家不要用肥肉开锅，很容易下去就粘锅了，记得用液态的油。均匀涂抹几分钟后，把油倒掉，清洗干净，再次把锅烧热，淋油把整个锅壁都涂抹一遍，静置2个小时或者更久。最后用这个锅炒一盘小青菜，带出锅内杂质，这个青菜是不能吃的哦。这样锅就开好了，但是真不代表它就能不粘了。大部分铁锅还是要经历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养锅过程的，但现在的一些铁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工艺或设计来提高它的不粘性能。像这个珐琅铁锅就挺神奇的，我没有特地去养锅就很不粘了。当然用法也很重要，我来用这个刚开好的锅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也很简单的，每次炒菜前先大火热锅大概1分钟，再倒油，就是所谓的热锅凉油。有些人怕粘锅就用小火去炒菜，这样真的不适合铁锅，铁锅是为大火爆炒而生的，要锅够热才会不粘。小火状态食材不容易定型，就会越炒越粘锅。当然，当锅内太热开始冒油烟的时候，还是要调小火的。总而言之，原则就是要让锅保持在一个比较热的状态。如果万一粘锅了，也不要心态就崩了，毕竟它也不是带涂层的不粘锅，偶尔有那么一次粘锅也是正常的。铁锅很皮实的，用钢丝球刷一刷就好了。然后铁锅只要不粘，炒菜几乎就可以无敌了。炒菜有锅气，可以炒几乎所有东西，像贝壳类、排骨类，各种尖锐的食材都是没问题的。这个锅也是可以用铁铲的，我是因为不太喜欢铁铲的声音，所以用的木铲。但还是想提醒大家，有些食材还是不能用铁锅的，比如酸性食物，像杨梅、山楂、番茄，还有茶叶、绿豆、藕这些，它们里面的某些成分很容易跟铁发生反应，可能让铁锅褪色。还有使用初期最好先不要用来长时间炖汤，洗锅也尽量不要用洗洁精，不然可能会破坏表面的油膜。当然如果你是个老手，这2点就无所谓啦。我洗锅一般就用稍微热一点的水，拿百洁布洗一洗。这个锅因为不怎么粘锅，锅内也很好洗。但如果在锅比较热的情况下，加了一些容易粘锅的调料，比如生抽、豆瓣酱，有可能锅壁会变脏，可以用纳米海绵擦干净。像我这个用了半年多的锅，里面就跟新的一样，干干净净的。这个锅外是珐琅层，也非常好清洁。我特意好几次用完没洗来演示一下，用他送的这个清洁膏就很容易洗掉。用了大半年的锅底还能这么干净，这点我其他铁锅确实是做不到的。但是也因为是珐琅层覆盖在金铁上的，这个边缘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特别是洗锅的时候不要用力磕碰到，不然可能会掉瓷。划痕的情况是还好的，稍微有几条不明显的小划痕。另外关于这个锅，锅体还是有点重量的，我是颠不动的，但颠锅高手还是可以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这样，拜拜。哇，今天来做个3只焖锅，先把鸡翅给腌制一下。再来打2头蒜。好了，这样配菜就都准备好了，因为这里也包含了主食了，所以比较多。再来调一个灵魂酱料。
But if you love him, you forgive him. It's hard to understand. 菜最好是用底厚一点的锅，不然容易粘锅，因为不加一滴水。加豆腐也很好吃。刚才腌好的鸡翅。来个800瓦。今年买了好几次的芍药，终于买到能开花的了，真的太好看了。有点像雪碧，透心凉。对呀、还要放这么多黄瓜吗？你往上看，看出是什么吗？什么？爱心。所以呢？所以这边叫爱心满满。哇，好香啊，已经有香味了。再放一点虾和鱿鱼，一锅就超级丰盛了。淋上这个灵魂酱汁。好了，真是香死我了！看一下，哇，看着太好吃了吧！还有一个小火边吃边吃。哇，看这个豆腐，这豆腐绝对是超级。我好想吃一口。吸满了汤汁，胡萝卜下次要切的小一点。红薯也超级好吃，这里面的红薯很好吃。所以我这次放了2个。南瓜也很软。鸡翅是完全可以脱。煮出来很多汤汁的，这些都是菜的原汁。好吃。是不是都很好吃？我还没吃全呢，这么多菜。这样就一锅嘛，有肉有菜，有主食，对，还有蛋，米饭都没有。这豆腐很多味。